别怕，这里有我在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那你自己可要好好的啊！这是12楼，你要我去哪儿啊？我可去你的吧！渣男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天福路毁容案，昌河小区灭门。最近各地发生了数起无法破解的凶案，到底是难道凶手根本不是人？对面房间的，这大半夜的，谁来找红姐？我操！真的是鬼啊！要想办法救救红姐。检测到鬼气，化妖系统激活。啊！专属金手指到账了。鬼是元气，妖使鬼气，对鬼引起情绪波动，即可获取鬼气。若于抽取化妖笔，化身为大妖。哼，情绪波动，看我操作就好了。让我进去，开门，让我进去！江晨，救救我，我好害怕！得想办法吸引鬼的注意力。有了。谁？里面有人了，开门！宝贝儿，想和我一起拉屎吗？我操！你放心，我拉屎不臭的。要来吗？你他妈要恶心鬼呢！看我操作！鬼啊！你身后有鬼！别怕，我来带你跑。别怕，这里有我在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那你自己可要好好的。不对，这是12楼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可去你！渣男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看来鬼是没法被摔死。是否抽取化妖卡？鬼气刚好足够。系统抽取化妖卡。恭喜宿主获得1星化妖卡银将军。使用化妖卡银将军。喂，小鬼，你在我们妖界只能算小萝莉。发动空操作。这就是化妖的力量，一个字儿爽。小陈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了救我，竟然和女鬼同归于尽！小陈，你是人是鬼？红姐，我这不活得好好的。是活的，太好了，姐差点内疚死了。你这肌肉深藏不露啊！对了，那只鬼已经解决了。其实我也算是个驱鬼师吧。驱鬼师，难怪
那么可怕的鬼都能对付。红姐，这事儿要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是路过的高人把鬼收了。我懂，你放心，姐嘴严着呢。209点，够抽2次了。系统，抽取化妖卡。恭喜宿主获得1星化妖卡红蟒精。恭喜宿主获得1星化妖卡混世魔王。红蟒精，混世魔王。虽然这2个妖怪同样只是1星，恐怕实力却在银将军之上。1星化妖卡加强的体魄就有这种力量，要是能完全化妖，该有多强啊！要想得到鬼气，不能等着鬼来找我，下次的目标就是这里。小陈醒了。红姐，什么事找我？这话说的，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？啊，这个给你。红姐，这嫌不够，姐这还有。6层往上到顶楼，你随便挑。这难道就是姐我不想再努力了的节奏啊？实话说，要不是怕你嫌弃，姐都想直接住进你家了。红姐，我上学要迟到了，改天再说吧。哎，还是大学好啊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。天福路毁容案共有3名死者，全都被毁了容。这种行为完全不像正常的罪犯，反而和敲门鬼很类似。江辰，林有为找你，你小子什么时候认识的林女神呢？还有杨女神也来了，2大女神齐齐找上门。江辰，你要成全民公敌了。江辰，我们过去说吧。好久不见，中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了。杨同学，初次见面，我是江辰，微微的中学同学。是微微有事情找你，我只是陪她过来。江辰，这个给你。我身上的妖力竟然对这东西有反应，这是什么？这张护身符是我妈在道观里求的，你贴身带着，别弄丢了。另外，最近外面不太平，发生了很多起凶案，尽量待在家里，尤其是不要去那些新闻里提到的地方。微微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总之，你都保重。福禄凶案，他们俩在隐瞒着什么？莫非是知道凶案的隐情？微微，你这样做已经是在边缘试探了，规矩你应该清楚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送了一张护身符，提醒老同学注意安全。一张入品级别的镇邪符有价50，你就轻易送给一个圈外人？小时候他从人贩子手里救过我，我这条命都是他给的，一张符算什么？报恩有很多种方式，但你和他终究是处在2个世界啊。我知道，只是最近不太平，我希望他能多一点保护。就这样。江辰，和林女神聊什么了？快传授经验！都闭嘴，吵什么吵？江辰，你和佑薇很熟吗？不熟。不熟，他专门来找你，还送你东西。佑薇家什么背景？交往的是什么人？你心里最好有点数，别动不该动的心思，免得自取其辱。郑少说的对啊，我每天还要打工挣口饭钱，比不上郑少生来什么都有，轻松。哦，对了，郑少和微微家里不是世交吗？刚才他就在门口，怎么没进来跟你打个招呼？你和微微不熟吗？江辰，喂，吵什么吵？宣布个好消息啊！郑少明同学的父亲郑天策先生，为了支持我们学院的学生活动，特别赞助了本次暑期联谊。全体同学前往郑氏集团旗下的云雾山避暑山庄进行为期2天1夜的联谊活动，费用全免。你说郑天策这种级别的人，明知道最近不太平，怎么还主动策划这种活动？
不对劲。后天中午12点准时在操场集合，统一坐大巴出发。大家感谢郑少明同学。郑少明身上怎么会有鬼气？云雾山庄，这次联谊太过去了。郑少太帅了，我爱你。郑少明肩上的鬼手印，怨气不轻啊！都这样了，还搞什么集体活动？郑天策这老狐狸是想拉一车人给他儿子垫背吗？安静，先安静。现在开始点名。老姜，可以啊，当面硬刚郑大少还全身而退。快跟为父说说，你和林女神到底啥情况？情况就是没情况，纯洁的老同学关系。骗鬼呢！他看你的眼神可不清白。哎，听说郑大少他家赞助了免费旅游，你去不去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凑个热闹多有意思呀！我儿子长大了，要为钱所苦。要是有人和你打架，记得叫我帮忙。对了，你们最近晚上少出门，尤其别去天福路那边瞎晃。咋？有内部消息啊？那里真像网上传的。嘘，乖儿子听话，知道就行了。张美美，就是这个生前被毁容的鬼，看来今晚得去拜访一下了。鬼妹妹，等哥哥来给你做做心理疏导。找谁？大爷，请问张美美住哪户啊？没听过，赶紧滚蛋！小妹妹，对着楼道吃饭，风景很好吗？叔叔，你把我朋友都吓跑了。首先，我是哥哥；其次，你朋友在哪儿呢？他刚才还在那儿吃东西呢。瑶瑶，跟谁说话呢？你是干嘛的？大姐，跟您打听个人，张美美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快走吧。小伙子，听句劝，要是听见有个女的问你我美吗，别吱声，赶紧跑。要是回答了会怎样？要是说不美，他就砍死你；要是说她美，他就让你变得跟她一样。看来这位张美美小姐有很严重的容貌焦虑啊。这消毒水的味儿，简直像把整栋楼泡进福尔马林了。脸被专门砍烂，和之前听说的一样。不过，有人来了。啊，活人！别出声，想活命就跟我来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冷静分，不许眼神。你这是？这张符只能掩盖活人生气，不想死就别说话。藏起来了吗？我一定要找到。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你藏到哪里去了？我叫陈雪，你可以理解为专门处理灵异事件的特殊人员，或者称呼我们为奇人。陈小姐，咱们能出去聊吗？你离这么近，我有些把持不住啊。
你的手硌到我了。总之，我的真气已经快用光了。待会儿我去引开那只鬼，你就趁机往楼下跑。抓到你了！现在告诉我美吗？天地玄宗，换气不？说呀，我美不美？快说！快跑！你干什么？回来！还有个帅哥，你看我美吗？别回答，你会被他纠缠到死的。这位妹妹，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独特的花。鬼气加15。你说什么？你只不过需要一个懂得欣赏的人。鬼气加20。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要不简单，让跟我进屋，请让我深入感受一下你的美吧。你怕不是个变态吧？你害羞了，来，让我看看。鬼气加30。那我们进屋吧。可如果你不是真心的话，我会慢慢的、一点一点的毁掉你那张漂亮脸蛋。别去，你会死的。现在可以好好感受我的美了吗？我会把你变得比我现在更美。妹妹，你的思路太窄了。美难道只有一张脸吗？少废话，等你的脸也变得和我一样，还怎么油嘴滑舌？鬼气刷了65点，加上之前的9点，一共74点，距离抽卡还差点。不过杀了他应该足够了。使用化妖卡，龙蟒精。抽取到成功，交往距离。你不是人，是妖。现在让我们换种方式深入交流。不可能！妖蟒巨力！妖蟒巨力！消灭恶鬼，毁容鬼，鬼气加99。一星卡碾压普通恶鬼，妖力消耗大概1/15，还行。他是为了救我，一个普通人竟然选择直面恶鬼。罢了，你为我而死，我也不能一个人逃生。哎，刑警，兄弟，睡够了吗？还没变成鬼吗？哎，难道真要等头七？算了，我过几天再来找你。哦，你没事啊？太好了，我还怕你撑不住呢。你也是奇人？嗨，奇人，我才来城里2年，之前一直和爷爷在乡下生活，老头子走前没交代过这方面的事儿。不介意的话，能给我科普一下吗？你刚才说的奇人，还有那app。原来如此，九州底蕴深厚，到处都隐居着不世出的高人，他们的后辈进入城市，不了解奇人界也正常。你救了我，
是我欠你的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们一般怎么处理残缺啊？这刀有点不一般，一直在冒出鲜血呢。那是鬼气残留，恶鬼以上级别的鬼物有时会形成冥宝，蕴含他们的部分力量。冥宝有什么用？能卖钱吗？奇人很少直接用冥宝，容易被上面鬼气反噬。但阴曹的阴差修炼体系不同，他们需要这个，肯花大价钱或者积分收购。积分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app 里的？现在的九州，道盟和阴曹是最大的势力，道盟统管所有奇人异事，阴曹自有一套修炼体系，地府 APP 则是他们联合推出的内部平台，上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。我给你个邀请码，你注册一下。刚才那只毁容鬼，你拍个照上报，就能获得基础积分。50积分到账了，效率还挺高。这只是基础奖励，如果你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或线索，比如他的杀人规律、老巢位置，积分会更多。明白了，情报也值钱。那你们奇人怎么划分等级啊？鬼也是有分等级的吧？奇人等级比较复杂，以后你慢慢了解。鬼物从弱到强，一般是怨女 E 级，恶鬼 D 级，厉鬼 C 级，血衣厉鬼 B 级，凶魂 A 级，还有传说中的鬼王 S 级。刚才那只毁容鬼就是恶鬼。恶鬼 D 级。楼里可能还有另一只鬼，比张美美更麻烦，至少是上等恶鬼，甚至可能是顶尖恶鬼，非常接近厉鬼级。我的伤就是他留下的，我怀疑张美美频繁杀人背后可能有他的推动。星辰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我的伤很重，碰上那只鬼我们对付不了。陈雪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可以跑，但我们走了之后，这栋楼的活人呢？他们怎么办？我爷爷从小就教导我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这种危险的情况下，我无法放弃楼里的居民。你先走吧，我去对付那只鬼。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，要去就一起。有个懂行的在旁边，省事儿。张美美就是在这里做整形失败，死后执念不散，成了恶鬼。我之前在这里做了些布置引她出来，结果被另一只鬼偷袭。这儿还有人住啊？旁边就是张美美最常出现的地方，能安稳住在这里，太可疑了。谁啊？我们是治安所的，开门。治安所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接到报案，这栋楼发生了暴力事件，请配合检查。哦，好，马上开。处理灵异事件前，可以在地府 APP 申领各种社会证件，方便我们调查。两位快请进，楼里最近不太平，大家都比较小心。打扰了，例行检查。没关系的，家里只有我和我儿子，外面的事应该和我们没关系吧？你儿子？可以叫他出来吗？我儿子才8岁，总不可能干坏事吧？大姐您别误会，每家都是这样的，家里所有人都需要登记一下，确定没有外来人员。好吧，你们稍等，我去叫他。我之前用治安所证件问过这楼里居民，除了张美美，这栋楼还有一个怪人，很多人见过一个小男孩，经常蹲在楼道阴影里，背对着人吃东西。叔叔，你把我朋友都吓跑了。而且我从附近治安所了解到，之前3名受害者手脚、内脏等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。502的受害者只有脸部受伤，身体完好，这说明有别的东西割走了那些尸体的肢体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洋洋太害羞了，要不你们去他房间问吧。好的。哎，那我先去做饭了，两位同志辛苦了，待会儿就在这吃晚饭吧。这儿到处都是怨气，没法直接确认呢。小朋友，你刚刚一直待在房间里吗？我们是你妈妈的朋友，你不用害怕。你是说外面那个女人吗？她不是我妈妈。外面有全家福，
分明就是。小朋友，你是和妈妈闹矛盾了才故意这么说的？她以前是我妈妈。有天晚上，妈妈在厕所镜子前洗头，爸爸过去的时候，她突然抬起头，让爸爸帮她削个苹果。爸爸听了就去拿刀和苹果了。我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不敢告诉爸爸，抬头的只有镜子里的妈妈，真正的妈妈既没有抬头，也没有说自己想吃苹果。我爸爸削苹果有个习惯，一刀削到底。那天晚上他也成功了。苹果削好后，他递过去。这次镜子外的妈妈转过头接下了苹果，而镜子里的妈妈却一直在洗头。我什么都不敢说，因为爸爸似乎没有看出丝毫异常。于是过了2天，爸爸不见了。那天中午，妈妈做了好多肉菜，但我一口也不敢吃。之后妈妈有时会出去买回来很多肉，但我再也不敢吃她做的菜。饿了我会去楼下垃圾桶捡吃的，偷偷在楼道吃完才回家。有时候402的刘小瑶也会分我一点吃的。妈妈似乎知道我的行为，但她从来不在意，依旧每次都做很多肉菜。你怎么看？他应该没说谎。我听过一个都市怪谈，凌晨12点，在镜子前完整削完一个苹果，只要皮不断，就能见到镜鬼。如果操作不当，镜鬼就会占据人的身体。我也听过这种说法。还需要确认一下。墙上隐约有胶水痕迹，但镜子被拆了，这也是镜鬼怪谈的一部分。他会砸碎那面呼唤出自己的镜子，防止被占据者的灵魂再回来。饭好了，瑶瑶，2位治安所的同志，快准备吃饭吧。怎么都不吃啊？是不合胃口吗？哎，抱歉，我对食物要求比较高。这位小哥喜欢吃什么，我再去做。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大妈，大肠刺身你会做吗？大肠刺身，见鬼心底泛起一阵恶心，鬼气加20。对，要新鲜的，带点原汁原味的那种。小哥，家里没大肠了，要不换个菜？那牛排吧。好，你们先吃，我去给小哥做。小哥，我也不知道你想要几成熟，就擅作主张煎了1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哎，浪费，太浪费了！多好的牛排，煎得这么老，你难道不知道吃牛排最重要的就是吃它的本味？任何多余的煎制都是画蛇添足。哎，你这人到底会不会做饭啊？鬼气加30。算了，我不吃了。我说句实话，你别不高兴，你的厨艺，狗看了都要出门点根烟。鬼气加30。来都来了，总归要吃点东西吧。也行，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油炸小孩会做吧？家里不要的小孩别扔，沾上鸡蛋液，裹上面包糠，炸至2面金黄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大妈，我可没想过要玩你，你这是强制消费。治安所的同志也在这里，我劝你不要知法犯法啊！鬼气加50，鬼气加20，鬼气加。这一波直接100多鬼气入账，值了。吃散！看着我的眼睛！小心，庆鬼想占据你的身体。妖王巨力！鬼气加95。别跑啊！你不是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？快停下来！我不光想看你眼睛，也想看看你的内脏。他回来之后，不会也想看看我的内脏吧？大妈，爬楼梯多累啊！我送你一程。你什么东西？一个路过的热心市民而已，
别怕，很快的。妖蟒巨力，性别死亡，鬼气加9分减。宿主江辰，鬼气889，化妖卡混世魔王1星。889，离1000不远了，随便再碰上一只应该就够了，也许能获取到更高级的化妖卡。Hello。解决了。地府路远，送他一程。小朋友，没事了。那个不是你妈妈的东西已经走了。这里后续会有专门的人来处理，我们先离开吧。行。北2路老医院，几天前送来一个半边脸血肉模糊、早已死亡的男人，病号符是蓝白横条纹，编号18。之后医院不断有重症病人和医护人员离奇死亡，尸体失踪，威胁等级D+。今晚就去看看吧，早点凑够1000，看看能抽出什么好东西。近期阴气爆发频繁，各区灵异事件发生率上升35%，请所有注册奇人提高警惕，优先处理已确认威胁事件。北部地区丰都边界阴气毒数波动异常，需密切关注。波动异常，看来陈雪说的不假。护士小姐，你好。大晚上的别这么突然喊人，急诊医生在3楼，自己去。我不找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医院的太平间在哪里啊？好好一大活人，长得还挺帅，这个时候找太平间是要干嘛？你问太平间有什么事？我去太平间有点急事，能告诉我一下？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。哎呀，护士小姐，你别跑，等等我。看来这位护士小姐今晚是不敢待在医院了，这样也好。来看病？不看病，我想问问太平间怎么走。哼，这位先生是来处理那件事的？对。太好了，可算等到人了。这些日子我们都提心吊胆的。我叫张文博，是这里的急诊医生，您怎么称呼？江晨。江先生，我带你过去吧。太平间在住院部地下3层，我们先去1楼拿钥匙。自从18号病人来了之后，这医院就没安宁过。18号病人是那个穿着奇怪病号服的？对，蓝白横条纹，很不吉利。送来的时候半边脸都烂了，说是工地砸伤，可一上仪器就发现人早就死了。唉，当时急诊室的医生护士全都吓出一身冷汗。你想啊，一个死了2天的人被家属抬过来，家属还说他路上手在动，嘴里哼哼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家属后来找到了吗？没，人送来就不见了。后来我们只能把尸体送进太平间，结果更邪门的事就开始了。先是我的一个病人，一个老爷子
割了良心瘤，调养的差不多了，突然就多器官衰竭没了。从医学上讲，根本说不通。哦，是他死前有什么异常吗？他儿子说，老爷子死的头2天晚上，总是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，眼神吓人。第2天晚上更邪乎，老爷子半夜从床上爬起来，踮着脚在病房里转圈，然后开门出去了。可第2天早上，人又好端端地躺在病床上，结果当天下午人就没了。尸体推进太平间当晚就不见了。走吧，住院部在后面走。还有件事，太平间原来的管理员老刘也死了。那天我值班，老刘发消息让护士送消毒水下去，护士害怕，我只好闲着帮忙送。结果到了太平间，老刘不在，我等了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，电话铃声在我背后，一个盖着白布的尸床下面响起来了。我掀开白布，下面躺着老刘僵硬的尸体。我学过点尸检，他死了起码15个小时以上。那之前发消息的到底是谁？是谁呢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冷气足，为了保存，你懂的。哟，奇怪，门怎么是开着的？难怪这么冷，冷气都跑出来了。进来吧，江先生，小心地滑。怎么可能？那些尸体不见后，没人敢动他们的床。这里明明应该有9个空床位才对。他们回来了。明知道医院里已经诡异横生，还能记得顺手关门，习惯养成的很好嘛。我是怕冷气跑了，浪费电。这人的反应也太平淡了，简直像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，真是讨厌。他锁门干嘛？难不成怕尸体跑了？低级尸鬼陷入呆滞，鬼气+3。他盯着我看干嘛？还笑得这么淫贱。低级尸鬼菊花一凉，鬼气+5，鬼气+8。兄弟，醒醒，天亮了，该起床了。你不怕我？这话说的，大家都是躺在这儿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啊，看见没？那是我床位，今天是我头七，刚诈尸回来，热乎着呢。啊，你死几天了？头七啊，刚满7天。这就对了，一般来说，人要到头七才能诈尸，我才死了4天，我这尸体恐怕出问题了。哎呦，老兄啊，你这问题很严重啊！大师，这怎么说？头七回魂是天地规矩，你提前回去，影响家里后人前程就不提了，最要命的是影响你投胎转世啊！那怎么办？简单，我待会儿动手的时候，你不要反抗，坏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你再多死3天，到时间了再回魂，懂吗？神他妈的不要反抗！这刀捅下来，老子直接魂飞魄散了吧！鬼气+9，低级尸鬼怨念集合体死亡，鬼气+9。干！他锁门不是怕冷气跑，是怕我们跑了。你个活人这么猛的吗？鬼气+4，鬼气+5，鬼气+3。大爷，醒醒！低级尸鬼问候你妈，鬼气+8。大爷，哎呦，睡得够死啊！大爷，该起床了。别打了，再打头都要掉了。你想干嘛？哦，大爷你醒了，我看现在都晚上9点多了，应该吃安眠药睡觉了。把我抽醒就是为了告诉我该吃安眠药。对呀，老年人作息要规律。突然想起来了，忘带安眠药了。大爷别怕，这是物理助眠，效果立竿见影。您安心闭眼睡过去就好了。低级尸鬼怨念死亡，鬼气+9。他锁门，
真是怕我们跑了呀！在这太平间走了5步，抽了尸体18个嘴巴子，这到底谁是鬼呀？别杀我！我没害过人，我就是怕消散，才跟着他们吸了点火人气。我真的没想杀人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死是因为医疗事故，心里有怨，但没想害别人。3楼重症病房的18号病人，他才是真正的坏种，他吃了好多人。他的一件病号服就留在太平间的隔间，把我们全都困在这里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你是说你们在怕一件病号服？对，那件衣服很可怕。当他从隔间出来，有时会带走一具尸体，有时是一个活人。张医生就是被他变成我们这样的。待着别动，等我处理完里面的，再决定怎么处置你们。查水表，快滚！好奇怪的样式，我敢说，那个18号病人的怨已经和这件衣服融为一体了。这是一只顶尖恶鬼，还是更麻烦的东西？还差一点，杀了这衣服里的东西，应该就够了吧？鬼气加30。消灭顶尖恶鬼，18号病人鬼，鬼气加99，破千了，而且多了86点，不错。不过这顶级恶鬼其实是个假货嘛。你，还有你们这些没杀过活人的，自己想办法去该去的地方，别留在这里害人。至于你，大哥，我也是被迫的。带我去楼上重症病房去看看。这就完事了吗？谢谢。护士小姐，皮肤保养的真好，别人死了3天，恐怕都没有你白啊。鬼气加10。这位帅哥，有没有听过一个禁忌？什么禁忌？晚上最好不要搭乘医院的电梯，因为你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会在电梯里遇上什么人，比如一种挂着黑色号牌的人。一旦撞上了，最好马上跑出电梯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在医院里，只有太平间的尸体身上才会挂着那种黑色号牌。这号牌只有黑色的吗？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压抑的颜色，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自带号牌，或者定做个粉色的行吗？之鬼笑容逐渐消失，鬼气加30。帅哥，你想不想知道这种黑色号牌长什么样子？想啊，你有吗？美女，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？我刚才在下面捡了不少，你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？干，这么多号跑，你他妈洗劫了停尸间吗？鬼气加90。我可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上面有病人身体不适，我来取点医用器材，因为太急，就随便拿了个袋子。哼，福尔马林的味儿都溢出了。我的天，负1层才是医疗器械室，负2层为了能和3层共用冷藏设备，是器官冷藏室。说不定他那袋子里
装着的就是人体器官。我好像听到你们在讨论我的袋子，你们就这么想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吗？这位医生兄弟，我考考你，移植一颗肾要多少钱？25万左右吧。那你知道自己提着一袋子什么吗？什么？是钱呀！这里我就不得不批评你一句了。大晚上的拿着一袋子钱在我眼前晃，你难道不知道这个点我已经下班了吗？不过我看你顺眼，今天就全当是交你这个朋友。这一单加班我也干了，出去之后可记得帮我宣传宣传。鬼气加20，鬼气加25。下次有机会记得还找我一起合作啊。我的心脏早就坏死了，你想把它掏出来看看吗？是微微送的那张符。这是诅咒之力，你将会患上和我一样的病。果然，哪怕是最低级的恶鬼，终究是恶鬼。以我现在的基础实力，还远远对付不了1086的鬼气，够抽2星卡了。不过，先用这个试试水吧，正好看看1星顶尖的混世魔王到底有多混世。化妖，混世魔王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亲人！他是只大妖！刚才打的不是挺开心吗？既然心都坏了，我看你的脑袋也别留着了。他人的追诉者恶鬼死亡，鬼气加99。这么喜欢别人的器官，是你自己没有吗？病态的收集者恶鬼死亡，鬼气加99。这混世魔王卡，其实真打，副作用也不小。宿主江辰，鬼气1284，化妖卡，混世魔王，1星，使用中，剩余时间约25分钟。这应该也是件名宝，以后可以换点积分。快来啊！快过来！好久不见了。不对，顶级恶鬼我对付过，绝对没有这么诡异的能力。这不是顶级恶鬼。年轻人，快过来！老伴儿，我个忙是你吗？老伴儿，你终于来接我了。看我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偷袭！你真的以为我没发现你？发现了还是我接近？妈的，智障！混世天刀，混世天刀！ 18号病人呼天喊地，鬼气加99。
18号病人痛彻心扉，47号病人面目扭曲，鬼气加给差一点就要晋级厉鬼了，怪不得这只鬼的能力如此诡异。我死后，你会染上我的所有病症，以和我相同的方式死去。你的尸体面目全非，你的灵魂不得解脱。18号病人半部厉鬼死亡，鬼气加99。似乎患上了某种心脏病，腹部剧痛，左手痉挛，右手好像失去了全部力气。半部厉鬼的诅咒果然厉害，恢复的程度何止鬼气，这就是化妖的强大之处。获得457分。拍照上传完成，收工回家。什么东西？原来这根本不是一只病鬼。医院第7病栋，姓名梁有权，编号18，病症自我认知障碍，病情详述：病人自小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，觉得自己身患几十种不同的病症，病情得到了良好发展。病情总结：病的是我还是我们？他的诅咒是将自己的认知障碍强加在别人身上。所谓的第7病栋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病人江晨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为何曾跟18号一样，成了第7病栋的病人？左上角的数字是天数，归零之后我就会走进去。根据可靠推测，第7病栋没有血衣之上的存在，要在1个月内达到血衣级别实力，我还是有信心的。而且，这样一个一听就知道全是鬼的地方，对于我而言，可就是大量白花花的鬼气啊！宿主江晨，鬼气2026。明天就要去郑氏集团的山庄，郑少明身上明显有一定问题，但如果只有2星化妖卡，又没有撞上足够强大的鬼髓，也就太浪费了，得多做2手准备。系统，抽取1张2星，2张1星化妖卡。恭喜宿主抽到1星化妖卡，特殊是。恭喜宿主抽到1星化妖卡，遗骸。恭喜宿主抽到2星化妖卡，陆地大仙。鬼手也变淡了，有人在帮他压制诅咒。既然有高人出手，为什么还要来这山庄度假？逆子，可算来了！为父等你等的好苦哟，李少，你不是说今天要陪新认识的妹妹去逛街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听说我亲爱的儿子要去龙潭虎穴，为父岂能坐视不理？只好忍痛放了妹妹鸽子来护你周全。同学们安静，大家按班级顺序上车了。记住，我们代表学校的形象，到了山庄要遵守秩序，注意安全。刘叔，少爷，麻烦你把车给开回去，我和大家一起坐大巴就好。郑少真是有礼貌又脾气人有钱人我见多了，这么爱显摆的还是头一回。行了，林大小姐，眼珠子都快掉酱车身上了。别瞎说，我只是看书有些累了，放松一下。还看书？你连书都拿反了。有为，我知道你放不下他，可你也清楚，阴气爆发，奇人辈出，乱世将至，他一个普通人连自保都难，所以我才更想帮他。只要是我能做的，我都会为了他而去做。过多的关注对你对他都可能变成灾难。想想那些对你献殷勤的世家子弟，如果知道你这么在意一个普通人的话。郑少明，来者不善。在下张管家，代表郑氏集团清雅避暑山庄全体员工，热烈欢迎郑少及各位同学光临。
看啥呢，老乡？哇，这胡景芳事业绝了，不知道咱们今晚能不能住上？我觉得靠湖的房子可能风水不太好。为啥呀？湿气过重呗。郑少，人家好想体验一下胡景王嘛。好啊，张管家。这屋里的熏香味儿，像是在掩盖新刷的油漆味道。嗯，只有靠湖的一面重新刷了墙。这里发生过什么事？难道有东西从水里爬上来了？很有可能。你俩搁这仙家对话呢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请大家稍作休息，1小时后在主餐厅用晚餐。这帮人在紧张什么？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？哎呦，我突然有点坏肚子，去就回啊。老姜，李杰他印堂发黑啊。你也看出来，看来他今晚要倒霉了。谁呀？吃饭时间跑这来密谋？必须今晚动手，他阳气开始弱了。用震刀闷住，然后割喉，血不会溅得太高。尸体怎么处理？分了吧。湖里喂鱼，脑袋埋后山。行，记住，就这么办。目标是李杰。敢耍你李爷！老姜，二虎，鬼，有鬼，他们要杀我，在厕所，没人，但有声音，墙上全是字。慢慢说，谁要杀你？不知道，我只听到声音，他们说今晚要杀我。割喉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。你被盯上了，不过别怕，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，他们都把我分尸喂鱼了。理论上，只要你敢在他们杀你之前先自杀，他们就无法完成谋杀计划喽。江晨，我日你大爷！能不能说点人话？跟紧我们，你落单才会危险。好，走，带你散散心。好，顺便打听点事。莫怪，别找替代啊！美女，嫂子这么辛苦，介绍下，那边那位是李氏集团的李杰，李少。他觉得你特漂亮，想认识下。真的？李少真这么说啊？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扫地这姿势，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不是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这湖里之前死过一个女人，后来又有好几个人莫名其妙掉进去淹死了。怎么说？是厉鬼索命。那个，能把我微信推给李少吗？我本人孙蝶。孙蝶？可你名牌上写着刘鬼花呀！嘘，这事儿你可别跟人说。我们是最近才调过来的，衣服和名牌都没来得及换，用的是之前那批员工的。上一批员工？听吴主管说是被辞退了，但大家私底下都说他们不是被辞退了，是……哎，我多嘴提醒你一句，天黑就别在外头逛了，早点回房睡觉。靠谱的房间千万别住，房门一定要反锁，最好拿东西抵死。为什么？3天前，有个住靠谱房间的客人失踪了。我早上起来，看见那房间外墙上好几条抓痕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湖里爬上去抓出来的。后来张管家让人拿油漆刷了。还有之前失踪了一位打扫客房的阿姨，她说有天晚上看见一间虚掩的房门里有只湿淋淋的女鬼，第2天她就没了。后来我们宿舍晚上听见有人推门，谁知道回来的是人是鬼？孙蝶，上班时间聊天骚扰客人，你这个月奖金没了。客人，乡下丫头不懂事，乱说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没关系。青春好讨厌啊，先睡一小会儿吧。谁回来了？我记得锁门啊。原来是客房阿姨呀。等等，
一个人站在门缝边，为什么我记得刚刚的光线就是完整的一条，上面根本没有那个阿姨的影子？客房服务。什么东西这么好看？老姜，那个阿姨的行为好奇怪啊，不会是想偷东西吧？她想偷的可不止什么东西，而是客人的命。人怎么会没有影子？难道是鬼？不说话，我就进来了。鬼啊！什么救救我！阿姨，你有毛病吧？吼那么大声做什么？阿姨鬼怒火攻心，鬼气加50。阿姨，你在干嘛？偷看我们同学洗澡吗？吵死我了！阿姨鬼耳膜受创，鬼气加30。阿姨，你还真是人老心不老，老也不害臊啊！阿姨鬼凶怒相加，鬼气加45。小伙子，你继续喊啊！我去，还有分头行动，这不正好？我的眼睛呢？看我一招流星赶月！鬼气加75。已经没有鬼气了。消灭恶鬼，客房阿姨鬼，鬼气加99。不错不错，一只下等恶鬼就能刷到将近400鬼气。老姜牛逼！你这操作也太骚了。学到了，鸡操而已。那边出事了，过去看看。孙老师，赵倩不见了。我们逛到湖对岸，看到个园艺工在修剪树木，他说想去学学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等我们回来，他和那个园艺工都不见了，连捡下来的盆栽都搬走了。怎么会？好好的一个大活人！孙老师先别急，我已经让员工帮忙去找了。张璐，你们看到的盆栽是什么样子的？1人多高的风景树吧，看着挺高的。啊，我们山庄没有1人多高的风景树，只有小盆栽，而且我们山庄没有长期的园艺工。吴主管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上一任来修剪的园艺师傅出意外死在山庄里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某天晚上，他在湖边修剪柳树，剪刀意外掉进了水里。他问我要打捞工具，说是剪刀可能被水草缠住了，要下水去捞。结果第2天被发现淹死在湖里。这有哪里不对劲吗？为了保证安全，我们山庄的湖每2天就要清理一次水草，根本不可能长出那种能缠住东西的水草。他死后，山庄里开始发生怪事，不时有客人和员工失踪，还有人传说晚上看到那些失踪的人被栽进盆子里，做成了盆栽。吴主管，那个园艺师是在湖对岸出事的吧？鬼在哪？我不管什么怪谈，我的学生是在你们山庄失踪的，你必须负责。所有人现在都回客房去集合，不许再单独行动。你看好李杰和同学们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江晨，小心点儿。赵倩，别怕，小姑娘，很快你就会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。让我看看该从哪里开始修起。谁？自己吓自己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救
好些个姑娘，可惜长了张嘴，等下先把你舌头剪掉吧。我操，什么鬼东西？化妖特处室。神通萨利牛魔拳。哦，第一个永久继承，大力牛魔拳，简单粗暴，还挺实用的。赵倩，快醒醒！我是沙弗林，不，江晨。哎，赵倩倩被过度惊吓，连魂魄都不稳了。江晨，是你啊！那个变态，他死了吗？死了吗？死了，还能走吗？连灰都没剩。我们得赶紧回去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清点人数线呢？倩倩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赵倩同学，你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吧？我没事，是江晨救了我。我遇到一个变态杀人犯。他想把我做成盆栽，和吴主管讲的一模一样。江晨同学，太感谢你了，你是我们全系不全校的大英雄。孙老师，先别忙这些。赵倩只是受了惊吓，没受重伤，但其他人呢？还有3个人没回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杨志、赵晓东。还有郑少明。郑少明，他一进山庄，好像就跟张管家往山里去了。老师，赵晓东吃完饭说他肚子疼，去餐厅厕所了，杨志陪他去的。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，谁也不准再单独离开。江晨同学，还得再麻烦你。这里人多，需要人看着，你去还是我去？我留这里。好，我去餐厅看看。正好还没尽兴，让我试试如今的极限。江同学，你怎么？赵倩同学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跟孙老师他们在空地会合了。吴主管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餐厅里也出过事吧？这个没有的事，我们餐厅很安全。吴主管，我有2个同学在里面，如果因为你隐瞒了什么，导致他们出事，郑氏集团会不会保你，我不确定。但地府 app 和道盟的人一定会来找你问话。我说，餐厅里是死过人，还不止1个。大概1个月前，值班的老保安在2楼足疗厅撞破了凶杀现场，他吓得往楼下跑，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，回头又看不到，
一直跑到玻璃门，接着反光才看到凶手一直就在那。他刚发现就被杀了。另一个年轻保安在监控室看到了全程，没过几天，他也死在了餐厅里。死的时候脖子扭到后面，脸朝着背，样子吓死人。所以现在餐厅2楼封了，出了事就封了，不让客人上去。员工私下都说，晚上在餐厅如果听到多出一个脚步声，千万别回头，你不发现他，他可能只是跟着，一旦你回头看到了，他就会立刻杀了你。贴背鬼，还有别的吗？餐厅到客房那条路，10多天前淹死过2个客人，他们身上带着刀，好像密谋要去杀谁，结果自己掉湖里淹死了。又是淹死的人，看来湖里的那东西手伸得挺长啊。刚死不久，是那2个密谋鬼动的手。我记得他们喜欢在杀人前当着目标的面讨论计划。老杨，杨志你在哪儿？还活着吗？操，这破手机怎么没信号啊？背上伤口好痛啊！但是我绝不能露出后背。那2个声音说要从背后下手，我可不想死啊！赵小东？谁在哪儿？我江晨。江晨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去找孙老师报警，这里有鬼啊！我知道，说说怎么回事。刚才闲逛时突然内急，上厕所时听见隔壁有2个声音密谋要杀我，出来后发现电闸也被拉了，后面又挨了一刀，事后背靠墙壁，等着有人来找我。你脑子挺清楚，判断的没错，他们只会按照自己讲出的密谋来杀人。一旦你离开墙，把背露出来，他们就会动手。现在怎么办？我难道就一直贴在这儿？不，我们去找他们。走，去厕所。他们不是喜欢密谋吗？那就陪他们密谋个够。计划有变，那小子找了个帮手。不用管什么帮手，咱给他一起做了。老规矩，拉电闸，从背后先杀那个叫江晨的，再杀赵晓东。刀够快吗？别像上次那个员工叫得太大声。放心，我脖子快得很。哎，赵小东，你听说了吗？啥？我跟你说，那个什么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太夸张了。没想到啊，你说说，这事儿是不是太劲爆了？啊？真的呀！密谋鬼周海抓耳挠腮，诡计加20。不过这都不算啥，3班那事儿才叫耸人听闻呢。我的天啊，还有这种事？密谋鬼周海求百爪挠腮，诡计加80。哎，对了，赵小东，那2个家伙叫周海和张健是吧？你说我们该怎么干掉他们啊？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打算怎么杀了他们？很简单，先杀一个。密谋鬼周海2鬼死亡，诡计加99。再杀另一个。这也太强了吧！还看什么？走吧，去找杨志。你说他可能在2楼。站住！是杨志的声音。我已经看到你了，别想跑。待会儿无论看到什么，别喊，也别乱跑，照我说的做。你留在这儿，吸引他过来。我去隔壁房间埋伏。给我站住！这是我，赵小东，你他妈疯了吗？我去，原来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咱俩一起上厕所的吗？你他妈失忆了吧？刚才看你在这儿追什么呢？杀人犯！我刚才在1楼捡到这棍子，一抬头就看到个黑影窜过去，肯定不是好人，我就追上来了。正常人看到杀人犯不跑，还追？杨志这状态很不对劲啊！明明看他跑上来的，怎么找了好几圈都没影儿啊？我操，鬼一直贴在他背后呢。杨志，我好像看到个人影，往那边厕所跑了。
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抓他。江辰，怎么现在才出来？疯了！江辰真是疯了，这操作是人能想出来的。奇怪，怎么总感觉镜子里好像不止我一个人呢？奇怪，怎么总感觉镜子里好像不止我们2个人？贴背鬼心生疑惑，鬼气加10。奇怪，和别人站在一起显得我更帅了。你嘿嘿，被发现了，那我就只好宰了你喽！我操，我背后还有别人！贴背鬼毛骨悚然，鬼气加50。呵呵，被发现了，那我就只好宰了你了。给我死！大力牛魔拳！鬼，江辰，你别过来！啊！别杀我！冷静点！刚才那老鬼一直贴在你背后，是江辰救了你。是这样啊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江辰。不错，大力牛魔拳的爆发力用处很广，再加上之前几次妖化带来的强化，如果只论肉体，我已经能碾压大部分地级的奇人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先回湖边跟大家会合吧。发生什么了？江辰，你刚走不久就出事了。一个员工从桥上过来的时候，突然捂住自己喉咙，倒在地上像溺水一样，手脚不停扑腾。张二虎刚要冲过去救人，湖里突然爬出来一个湿淋淋的女鬼。女鬼？没错，脸色惨白惨白的，头发凌乱的和水草一样。那女鬼似乎喊着一个名字，朝我们冲过来。一听见她喊，我就喘不上气，感觉口鼻都被水堵满了。幸亏张二虎身上冒出金光，把他逼回水里了。但那个员工被鬼拖下了湖，现在里面全是血。这湖里的水鬼终于忍不住了，整个山庄里其余的鬼恐怕都和他有关。谁？好眼力！没想到一群学生之中还有你这样的少年高手，只可惜今晚便要送断了前程。张馆长，操！郑少明这个狗东西！他妈的，让我再遇到，非得刮了他的皮！诸位小同学放心，你们不会有机会再见到郑少了。这什么东西？鬼奴，你是炼鬼宗的人？不才，炼鬼宗张显海。要是杀了这么多人，你就不怕阴曹和道盟发疯？阴气提前爆发，早就自顾不暇了。倒是你，赵家天才弟子是吧？足够我在暗盟上领取500积分了。鬼婴，杀了他！小般若，别把恶，竟然是半步厉鬼！哈哈，你也不差呀。这个年纪，距离成为 C 级就只差1步。看来我之前估计错了，杀了你，我至少能拿1000积分。杀我，就凭这个小东西？金光驾舟无身，提纲怒目，生低眉，杀！金刚区，龙象寺弟子。还有能够驱使鬼物的奇人。我命来，我命来！是水鬼，他又来了！江辰，化妖倚海龙。
不能让他白牺牲！同学们，快往后撤！江晨他为了拖住女鬼，再给我们争取时间。老姜，你他妈疯了吗？哼，自寻死路！江晨，你个二货！我让你带大家离开，你冲鬼去干什么？再多些，再多些。大力牛魔，拳！江晨他能站在水面上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江晨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帮学生里面还有高手。融合神通威力最大，消耗也不小，得速战速决了。一阵流氓，水鬼孙美玲感到一阵羞耻，鬼气加50。哦，这样也行。水鬼孙美玲羞愤交加，鬼气加80。江晨，别管那女鬼了，趁现在弄死那个恋鬼宗人！恋鬼宗啊，这就来。硬保护我！别在此，哪里跑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有刀盟血符。江晨，抓住他，我来杀！我操，手重了。鬼婴愤怒发狂，鬼气加99。鬼婴视你为生死仇敌，鬼气加99。这什么鬼东西？别白费力气了，那东西抹不掉的，过来帮我解决这鬼东西先！他发疯了！好。鬼婴半步厉鬼死亡，鬼气加199。哇，江晨好帅呀！都怪我没提醒及时。恋鬼宗门人长期以鬼养身，体魄比普通人还不如。这下你惹上大麻烦了。阿弥陀佛，非礼勿视。对了，江晨，你知道安盟吗？昨天看过一篇帖子，但是了解不多。看来你并不了解安盟血符，否则不会那么冲动。血符是安盟总部发放的，用于保护安盟的人才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了。听寺里的老师傅说过，安盟血符源自一位鬼王的力量，王级之下几乎没有任何抹去的可能，而被血符标记者会登上安盟的猎杀榜。你和我同岁，年纪轻轻就有这种实力，杀死你之后的安盟积分恐怕在3000左右，10倍那就是3万，这足足是一名伪 B 级高手的身价了。B 级之下的安盟成员会为此疯狂的，回去之后迅速寻求你背后世家的庇护吧。我有个屁的世家呀！总之最近小心点吧。这也是个苦命人。何以见得呀？张显海在用一种禁法帮郑少明抹除怨气，而需要用到这种方法，说明这个女鬼生前惨死于郑少明之手。以前只觉得郑少明嚣张，没想到他真的干过这种事儿。人性永远比你想象的下限要低。那该怎么处理他？直接弄死，还是先让他报个仇？我还以为你会大发善心，想放走这只女鬼，然后你再给我上一课。有过这种想法，当年我就是没想明白这一点。江晨，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人是人，鬼是鬼。7天内不害人，鬼就会魂飞魄散；而一旦害了第一个人，不管生前多善良，他就已经是个怪物了。听上去很残酷，但这是每个奇人都要铭记的真理。二虎，想必你
有过经验教训吧？哪里？只是我当年没记住这句话，一位师兄用他的命替我付了代价。捆绑。张前海用的写法叫替死法，将被鬼记恨的郑少明带到一群活人附近，再用东西掩盖郑少明的气息，这样鬼就会去残杀附近的其他活人。每杀死一个活人，鬼的恨意就会减少一分。但有个缺陷，那个被鬼记恨的人不能离太远，所以郑少明肯定就在附近。走，找他去。美玲，你认识这只女鬼？她叫苏美玲，是和我同一个村子里出来的。我们被郑氏集团的人选中参加了培训后，去了郑氏酒店当服务员。有天，美玲突然兴奋地告诉我，她被选上去度假山庄工作，工资提高了2000多。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，我也没多想，因为郑氏一些工作单位的确有保密要求。后来有天晚上，我睡着睡着，突然觉得口鼻很闷，呼吸困难，醒来发现手机正好亮着，就是美玲发来的。她告诉我自己运气很好，遇上了郑氏的少爷，对方很有风度，送了她各种东西。可等到郑少失去了那些，就把他侵犯了。我去，畜生啊！他很害怕，想拿回手机报警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替他说话。郑少明的行为越来越过分，后来玩腻了，说要把他捆起来丢进湖里，结果他居然真的被淹死了。如果美玲说的是真的，那他给我发信息那天晚上就已经死了。想必他一定是在警告我，让我离开郑氏吧。江晨，你不能杀他了，这只鬼比较特殊，对阴曹有大用。怎么说？一般来说，鬼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害人，可这只水鬼在试图提醒好友，这说明他有一丝人性尚存。虽然依旧是怪物，对于阴曹却是宝。阴差需要鬼的力量，如果封这类鬼入体，死亡率会减少40%以上。原来如此。在地府 APP 上找一下江北市阴曹分局电话，让他们派人过来吧。这次你收获大了。我在青雅山庄，这里有一只残存人性的鬼，实力是半不厉鬼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走吧，在阴差来之前，先让郑少明把债还了。狗日的郑少明真会享受。是啊，把我们留在山庄喂鬼，自己跑到豪华房车享受。你们就在这里，别靠太近。张叔，帮我杀了他！郑叔，你人呢？郑少，一个人显得无聊吧？有个女孩子愿意来陪你。女孩子？不，张叔救我！不要啊！郑少明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这小子活该！我们收拾一下残局，阴差应该快到了。等等，哼，想算计我，你还嫩着呢。哎呦，你听我干！还来，给你脸是吧？水鬼孙美玲感到极度恶心与愤怒，鬼气加60。快帮我按住，这玩意儿劲儿还挺大。哎呦，哎，二虎，你说咱这算不算虐待伤员？怎么不说他都这样了，还想着害人呢？还是给他捆起来吧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人是人，鬼是鬼。江晨和赵二虎他们回来了。我去，战场女神呐！我是 C 级小队阴差徐磊，你们2个跟我过来。哦，好，是长官。
刚才他从飞机上跳下来的时候，保护他身体的应该就是他自己影子。这影子绝不寻常，是某种强大的鬼。没错，的确残存有一丝人性。这只鬼我带走了，随后阴曹会在地府 APP 上给2位发放相应奖励积分。看见没？这就是阴差，影子里的那一位是他力量的来源，也是索命的代价。身材不错呀。水气加500。我靠！祖宗，你嘴上能不能有个把门的？阴差也敢调戏，捏死咱俩就跟玩儿似的。500鬼气，就这么一句话，顶我半天的拼死拼活。这阴差可真是只大肥羊啊！美女，留个电话呗。足足3000多的鬼气，足够抽3张2星卡，或者下次能赌一把3星卡。就是这东西太严了。赵二虎说的没错，这东西靠我自己搞不掉。3000积分的身价，10倍悬赏就是3万，足够让很多亡命徒陷入疯狂了。哼，想要我的命？来吧，老子正好缺鬼气。老姜，这次多亏了你和二虎。江辰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成哥，以后有事儿你说话。赵倩，江辰，下周末有时间吗？我在空中餐厅订了2个位置，吃完饭咱们可以去金龙国际中心逛逛，给你买几身衣服，晚上再去环球影院看电影。你喜欢车的话，那附近有个 4S 店。一股富婆抱拥小白脸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赵倩平时挺清纯靓丽姑娘啊，不至于经验这么老道吧？她是单亲家庭，老妈是外戚女强人，这该不会是跟她老妈学的说话方式吧？那我还是委婉一点吧。下次一定。下次？是说他这次周末没时间，要下个周末才能去？欲擒故纵罢了，这就是男人，一套一套。倩倩，不用怕，下周姐姐开车带你一起去找他。家里真舒服啊，赶紧抽波卡。系统，帮我抽取2张1星卡，1张2星卡。恭喜速记到1星后。抽到2星卡了。乌职工，荆棘岭4仙物之一的百兽精，植物类的精怪倒是少见，关键时刻或许有奇用。这些中品法器，怎么感觉我用力猛点就能捏碎似的？哎，算了，积分先攒着吧。这年头出来混，红蓝药可不能少。我去，这姐姐是谁啊？咱们学校的？没见过呀，这气质也太飒了，你有为女神有的一拼。站在她身边一定特有安全感啊！现在的学弟学妹们真是越来越会说话。小江江，这几天怎么没去姐姐那儿啊？怎么翅膀硬了？姐姐上次给的钱太多了是吧？又来，最近是透了富婆窝吗？这系统还附带吸引富婆 buff。陈姐，那咱们速战速决，下午第2节还有课，不快点我怕来不及。哼，你才是老司机。论骚还得是我陈哥。等等，这姑婆这么漂亮，干，小丑就是我自己。
小婵，我想买辆车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什么车比保时捷911更好？这就要带我去哪儿啊，陈姐？带你见识一下咱们奇人的黑市。这是传说中的阵法。没错，只有按照特定路径走，才能进入黑市。戴上这个。你不戴吗？在江北黑市，陈家的人不戴面具，这就是告诉所有人，在这儿我们不怕事。跟紧我，先随便逛逛，记住在黑市里看中什么都得仔细检查一下。瞧一瞧，清代墓里出的阴玉镯子，养魂聚气，新到的红丹。我去，真不愧是黑市啊，连女鬼原味都有。小哥，好眼力，看好了，灯法器烈焰斩马刀，只要3000积分或者4000万9州币，地府商城起码卖这个数。行了，阴火符贴在反帖上，也就骗骗刚入行的小兄弟。你这玩意儿买回去，砍不了3刀就得碎。黑市最常见的造假手段，你要真想买中品法器，得去前面那些有门面的铺子。这些地摊上连入品的玩意儿都少见。明白了，多谢陈姐指点。在这儿跟着姐，保你买不了上当。走，再去前面看看。杨子云，杨家这一代最强的，也是指定的家主继承人，在江北市年轻一辈里，他是领头的那几个人之一，实力和天赋都强得吓人。不愧是杨家的麒麟子，这番气度实乃超凡脱俗啊！听说他年轻就突破到地下巅峰了，恐怕是咱们江北年轻一辈第一个摸到 C 级门槛的。不是，怎么还有龙傲天剧情啊？恐怖如斯啊！此子年纪轻轻就有了这种实力，天资惊人，必会成就一番雄图霸业啊！谬赞了。赵三龙，赵家这一代的老三，目前江北市地家巅峰高手里最年轻的一个，手上却已经有了无数条人命。在杨子云绝迹前，他算是公认的第一天才，而且据说他二哥更厉害，从小就拜入龙象司修行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有趣。二虎三龙，这该不会是赵二虎的弟弟吧？陈小鱼，我表妹，陈家的天赋代表，和赵三龙是一个级别的。我们陈家和茅山有点渊源，擅长符箓之道。真打起来，赵三龙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我在陈家年轻一辈里，只能算2、3线，和陈小鱼不算熟。那是秦家3兄弟的秦泽，他就是我们明天集体任务的发起人。整天和鬼打交道的人，能多阳光开朗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对这位秦生，我得多留个心眼。柳大师要开门了，今天果然来对了，柳大师出手，肯定是好东西。快，柳大师是灵宝宗弟子，江北是顶尖的炼器师，他的店不常开，一旦开门，卖的都是能引起轰动的好东西。柳大师要开门了，今天果然来对了，柳大师出手，肯定是好东西。这位柳大师看起来很有技术宅的气质吗？这是我的新作，我叫它魔音，中品上等法器。中品上等，这在黑市已经属于相当罕见了。不过制作这鼓面的皮很特殊，是我早年从灵宝宗带出来的，单独拿着贴在耳边，就能听到一种古怪的声音。制成法器后，能力更加特殊。大家小心，我演示一下。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有一瞬间失去意识了，仿佛有恶魔在耳边低语。不可思议，特主师的妖力居然被引动了，这鼓声不会克制我，反而像是在召唤我体内的远古血脉，能靠声音引动心神，又和牛妖精血共鸣。这鼓皮怎么那么柔，就如其声如雷的山野异兽，回不一退。郑叔，如何？少爷，我也恍惚了一瞬，若是实战，这一瞬足以决定生死。按黑市规矩，大家出价吧，底价是1万地府积分。作弊了。
外面吧，我的刀子。慢步。秦家出价21500积分，反击归他们了。哎呀，我家少爷即将执行一个重要任务，急需厉害法器帮身。哦，多谢诸位谦让，多谢诸位。阴气这东西是从鬼身上或者极阴之地收集的，通常是阴差买来增强实力，但还有一种偏门的用法，那就是给鬼疗伤。感谢陈姐今天带我来长见识，走，我请你去吃个饭。下次吧，小江江，我得赶紧回去画些符箓，为明天做好准备。这D加级别的集体任务可不能马虎呀。陈姐一路顺风。这170分花的值当啊！等遇见顶尖恶鬼，我就砍一刀，吸点阴气，再砍一刀。嘿嘿，不知道能刷多少鬼气呢。宝宝，来啦！有款游戏越大越年轻，就是手机。红姐，这2天看你心神不宁的，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小陈，你是驱鬼师，我能请你做场法事吗？哎，红姐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小陈，你不知道，我跟家里的关系比较复杂。10年前，我爸想让我和他一个老友的儿子结婚，那是一次商业联姻，对当时家里的生意很重要。我死活没同意，因为我想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很任性，但是我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幸福。后来那笔生意黄了，家里损失不小，我爸气坏了，直接把我赶出了家门。再后来，是我妈偷偷给我一笔钱，买下了这里的大半栋楼，我才算有个落脚的地方。落魄了还能随手买下半栋楼？我要是没戏头，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在这买一套房。等等，红姐，你姓什么？我姓顾，本名叫顾红雅。来这里之后，我不想别人总提家里，才让大家都叫我红姐。江北的那个顾家，震惊啊！我的房东红姐其实是顶级财阀顾家的大小姐，单论财力，顾家甚至超越了林家和郑家，妥妥的土皇帝啊！但我早就和家里决裂了，10年了，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，连个电话都不打。你说有这样的爹吗？可前段时间，我妈打电话来说，家里出了很多怪事，我大哥、三哥他们都遭遇了各种意外。我爸前些天也突然重病不起，请了9州最顶尖的医生，都查不出原因。有懂行的高人说，这是被脏东西缠上了。我爸请那人去我们家在半山的别墅查看，结果第2天，那高人的尸体被人发现，就吊死在别墅后面的树上。哦，后来呢？后来我爸又找了几批人，都没用，最后没办法搬到了另一处住所。可怪事还是没停，他现在发了话，等自己病好了就退休。谁能解决这件事儿，谁就是公司下一任掌舵人。我从来没想过要继承家业，但我不想让我妈也遇到危险。据说家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，小陈，我怕真的有什么很凶的东西。明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过去？我2哥、3哥他们也在到处找人，我就不跟着抢了，他们能解决最好，实在不行，我明天问问我妈，我们再过去。小陈，你是姐最后的底牌了。姐，我等你的信儿。学姐发来的加密文件：1. 不能提某个名字； 2. 不能上任何建筑顶楼； 3. 不能违背任何一条校规或者班规。所有记录里都有一个名字被抹去了，甚至连目击者们的记忆都变得模糊了吗？根据画面推测，这个女孩早年父母双亡，亲戚也全部失联，一个人拿着补助艰难生活，性格也变得很孤僻，嘴里常常念叨着什么死后的人还会醒来，死亡只是新的开始。父母的忌日，他们去学校花坛烧纸，却被保安抓住。小兔崽子，敢玩火！教导主任不仅给他记了过，还在全校通报。他被孤立，被排挤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把他叫做疯子。死后的人还会醒来，死亡只是新的开始。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？一名人缘很好的学生突发阑尾炎，脏水就立刻泼了。肯定是那个疯子在花坛施法诅咒，他平时就神神叨叨的。
这次必须要给个交代。恐怕平时带头排挤他，把疯子这个外号刻满校园的，就是这个交际花本人。死后的人还会醒来，死亡只是新的开始。所以，禁忌里的某个名字，就是无名女生的名字，而她的复仇，让整所学校变成了鬼校。唉，被校规逼入绝境，名字被丑化，又被杀死在阳台。当初逼死他的人滥用规则，而现在所有人都要活在他的规则之下。明天这任务得打起12分精神了。陈雪，这位就是你说的江晨兄弟吧？欢迎欢迎。这2位是我堂兄，秦海、秦飞扬。海哥是地家，飞扬是地级。这2位大哥还有那位大姐，是我在地府 APP 贴吧联系到的高手。刘开大哥、张哥、孙姐。刘开大哥也是地家级别的好手，经验丰富。抱歉抱歉，路上堵车。没事儿，正好大家都认识了。杨禅，杨家的高手，地级。好了，人齐了，时间紧迫，我讲一下安排。根据资料，向阳中学最危险的有3处：无名女鬼以及教导主任马红所在的教学楼，可能是藏着推人女鬼的女生宿舍，以及游荡在校园里的几只鬼，比如鬼保安、操场跑步鬼。我们兵分3路，教学楼最危险，我、秦海、秦飞扬去，女生宿舍由经验丰富的刘开大哥3人负责，剩下的校园区域就麻烦江晨、陈雪和杨禅你们3位清理一下，大家看怎么样？这教学楼确实最危险，但是把3个地级新手放在一起，负责外围，这分配怕是别有用心啊。大家检查一下衣领上的纽扣对讲机，由阴曹特制，干扰能力很强，遇到危险就立刻呼叫，其他人听见后马上支援。嚯，黑科技啊！秦泽倒是会安排，自己带个地家，把我跟你们2个菜鸟凑一堆。你要是不满意，现在退出也行，我和江晨2个人足够了。陈雪，你脾气还是这么大，真当自己是陈家大小姐了？你不是微微认识的那个江晨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是奇人？不，我不是奇人，我只是一个和你生活在2个世界的人而已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奇人又如何？你这年纪还在地级晃悠，背后又没世家，你和微微之间隔着天堑，我劝你趁早死心。可是，就算我放弃了微微，她还是不会喜欢女人的。杨晨同学，听我一句劝，别再执着下去了。你们这是畸形的爱。你他妈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江晨，你刚说的是真的？我的天，杨禅他居然喜欢林有为！哼，让八卦再飞一会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太大，你也不敢明说是吧？现在这么一想，迹象还真是太多了。难怪他平时打扮那么中性，还总跟林有为形影不离。江晨，你个混蛋，和他胡说了什么？老娘不是蕾丝，我和你们拼了！死在这儿的学生叫孙正明，被教导主任罚跑10圈后突发心脏病，后来好几个夜跑的学生都猝死了，死前都说和跑友聊得很开心。根据资料推断，在操场一定范围内跑步，就会引来那只鬼。他会通过聊天蛊惑人，让人忽略身体极限，一直跑到死。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当诱饵，把鬼引出来。谁去？要不咱们抽签决定吧。我去，你们俩藏好，看到我手势再动手。已经来了吗？这么晚了还在夜跑，很少见到你这样的跑友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鬼气加25。同学不用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这么晚遇上也是缘分，一起跑聊聊天怎么样？好，聊什么？你平时最喜欢干什么？妹子。鬼气加30。老哥直言不讳啊，还有别的吗？我还喜欢在背后聊八卦。巧了，我也好这口，学校里的八卦没我不知道的。真的，我听说咱们学校教导主任马红人称活阎王，对学生特别狠。对对对，一点没错。我还听说
马主任那方面不太行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这是事实。真的吗，孙志明？你是说马洪主任那方面真的不太行？小声点，马主任每晚都巡视学校，要是让他听到，咱们就完了。换一个话题。哦，我还听说高二4班的班主任胆子特别小，班里一个同学死的时候，他明明看见了全过程，却什么也不敢说。鬼气加45，这个也不能提，再换一个。成。我听说咱们学校死过一个女生，是被人从楼上推下去摔死的。你知道她的名字吗？我们还是聊聊4班的班主任吧。那天的确只有他看见了全过程，但他闭口不言。后来他死在了办公室，眼睛被人挖了，嘴巴也被缝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晚上教学楼就会出现一个没有眼睛、嘴巴被缝上的女人，被他撞见的人都会遍体鳞伤的死在教室里。他看见了全过程，但他闭口不言。后来他死在了办公室，被人挖了，嘴巴也被缝上了。鬼气加95。你他妈还录音？加油，孙明哲，跑起来！跑步就像人生，在你感觉快不行的时候，说明你正在攀登高峰。翻过这座山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动手！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清风符。啊！风雷鬼，来呀！丁，消灭上等恶鬼孙哲敏，鬼气加99。香尘，你这战术太厉害了，配合的简直完美啊！你这家伙虽然实力平平，脑子倒是够用。刚才指挥的还行，接下来我们去哪里？哦，杨大小姐不是说队伍由你来指挥吗？哼，看在你弟功的份上，暂时听你指挥而已。行，那我就斗胆指挥一下杨大小姐。接下来去那边看看吧。这里死过很多人，最早是个偷猪进来的保安，死在里面，门内拍满了血手印。后来好几起失踪案，尸体都在这里面发现。再后来，常有人说傍晚听到里面很热闹，但打开门空无一人。有人吗？没人的话，我去，我可就进来了。这里的怨气很重，但都是几个小时前的事。青龙出这儿，诛邪遁形，这里的鬼早就离开了，要么是集体出去害人了，要么就是被人提前清理了呗。难道是秦泽他们？你死的好惨啊！就这么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，你也太可怜了，骨头被剁碎了。看，是那个鬼保安，正好试试前2天学的那招。对，就这么干。我们先把他骗出来，我趁和他说话的时候放松警惕。我靠！有你们这么大声密谋的吗？这能行吗？他要是乱叫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们动作快，杀死他之后，把尸体埋进花坛里当养料，谁也找不到。等等，能不能说说你们要杀谁呀？都听到了。放心，我嘴很严，但你们得告诉我到底要杀谁，不然我可叫人了。我们要杀的人叫张华。要杀张华呀？不对，我他妈就是张华！大力无耻！你找死！你死的好惨呐，浑身刀伤，骨头都被砍碎了。是诅咒武器。混雷锤，金光符。
未见出鞘，斩妖诛精。消灭顶尖恶鬼伤华，鬼气加99。哼，看不出来你实力不强，还挺有绅士风度。遇到这种程度的恶鬼，还敢第一个上？不冲的靠前，哪能有鬼气呀？总不能让咱们杨大小姐打头阵吧？要是你受伤了，还不得哭鼻子？不对，尽管微微那么重，江澄每次面对微微都客气有加，相反，只要面对我时，就老说些气人的话。该不会他只是利用微微来接近我？我听说一些男孩子不懂得表达爱意，就会去惹喜欢的女孩生气来引起对方注意。而今晚江澄已经气过我好几次了，还说舍不得让我受伤。这算是表白吗？哼！就算你这么喜欢我，我也不会轻易答应的。这姑娘好深重的心机啊！骂她的话明明没说出口，还是被她察觉了。此女不可小觑。这俩人演哪出呢？这什么情况？空气里怎么一股火药味儿？我们在女生宿舍遭遇顶尖恶鬼夹击，请求支援！快来，我们快撑不住了！闯入女生宿舍，校园持刀行凶，同学，你这辈子都完了！阿红，你这狗东西！杨禅是吧？我这里你们帮不上忙，去楼上，我朋友被困住了。刘开，你们出任务前不看资料？是个聪明人，我就实话说了，我们知道被秦泽算计了，这个地下任务不容易。本想肃清女寝的鬼，再联手围杀这玩意儿，捞笔大的。可女寝的鬼比预想的强，被前后夹击，我只能下来挡他。楼上我的同伴快撑不住了，刘开，求你救救他们！你就这么信他了？而且你真觉得秦泽达成目的后会来救我们？小杨禅，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我们给予别人善意的同时，也是让自己更快，不是吗？他叫我小杨禅，已经不演了吗？这是开始正面追求了。但是我是微微最好的闺蜜啊，我怎么能横刀夺爱呢？我去，他该不会真信了吧？什么真善美，我瞎扯的呀！天哪，他这是在鼓励我打破世俗偏见，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吗？想得美，我是不会背叛微微的。啊，背叛？微微，江晨果然没乱说，杨禅真对林有为有意思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可别突然摸我一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后面有点凉。这女生宿舍里边怎么这么潮湿？感觉呼吸都不舒服了。除了资料上的诅咒纸条和444房间，女生宿舍肯定还发生过别的事。这里的恐怖程度恐怕不亚于教学楼。陈旭，查查学校档案，女寝除了已知事件，还有没有其他恐怖事件的迹象？好的。谁？迅雷锤！没人？是错觉吗？杨禅，快来呀！杨禅，脏东西，竟敢挑衅老娘！站住！脚步声少了一个。杨禅不见了！果然来了！诅咒纸条的怪谈，这是想逐个击破我们吗？走，回3楼。要不要等他们一起过来再动手？国王，这只鬼遇到我就了，貌似不是很厉害的样子。要不然我直接把它解决掉，也让江晨的臭小子看看，实力有时候比脑子更重要。杨禅，不要啊！
哟，小杨蝉，真巧，一起吗？嘿，流氓，你不会去男厕所吗？赶快出来，里面有鬼！你还记得刚刚发生过什么吗？我刚刚被那东西引过来了，这只鬼居然连奇人都能蛊惑。江澄一个人进去了，那里面很可能是一只顶级恶鬼。别担心，我们听安排就行了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真不明白了，陈雪这是对江澄有信心，还是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呀？